你也是来泡澡的吗？你不怕我？我可是会吃人的猛兽，我一口就能咬断你的脖子。哦，那你要吃水草吗？挺甜的。我叫柳桑桑，天庭里一个情绪极其稳定的佛系树神。今天是我带薪摸鱼的第2万天。完了，惹大祸了！司命，快开命簿！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树神大人，战神命格被您一脚踹偏，投进畜生道了。您自求多福吧。等他归位，估计会把那树根都给刨了。堂堂树神下凡，居然变成了一只没有战斗力、处在食物链底端的大老鼠。算了，既来之则依之。哦，一只猫。放肆！低贱的草食动物，竟敢让本尊！不会错，我不仅把战神踢进畜生道，他还投胎头叉，变成了废柴胖橘猫。你也是来泡澡的吗？你不怕我？我可是会吃人的猛兽，我一口就能咬断你的脖子。哦，那你要吃水草吗？挺甜的。姐姐，我好疼，我看不见了，也抓不到猎物，你能收留我吗？我吃的很少的，喵。堂堂上古白虎战神，现在搁这跟我装绿茶呢？行吧，我自己踹下去的祖宗，我自己养。自从头顶多了玄歌，我每天只需要多嚼2根水草，日子还算稳定。喵，姐姐，我饿了。我刚才去抓老鼠，可是老鼠嫌我跑得慢，还回头嘲笑我。我好没用，我是不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？哦，老鼠嘲笑你什么了？他笑我胖，笑我瞎，笑我连一只麻雀都扑不到。姐姐，难道因为我是一只残疾猫，就活该被欺负吗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玄哥。胖怎么了？胖说明你吸收好。万物皆有灵，大家都是混口饭吃，没必要制造身材焦虑。瞎了一只眼怎么了？你可以少看一点这世间的阴暗面。吃个果子吧，补充一下维 C。本尊堂堂上古白虎战神，是你这破食动物啃剩下的野果，老子一顿要吃3头牛！信不信我一口把你的脑袋拧下来？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，姐姐真好。如果不是姐姐，我肯定已经饿死在荒野里了。姐姐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善良、最美丽的大老鼠。我是水豚，也叫卡皮巴拉，不是老鼠。好的，姐姐，卡皮巴拉姐姐。我知道她在演戏，但只要不打扰我睡觉，她爱演就演吧。我的睡眠质量一向很好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也能再睡一个回笼觉。找死！这蠢货卡皮巴拉，本尊若是不管你，你一天要被吃800回。不过你的命是本尊的，除了本尊，谁也别想碰你一根毫毛。区一头未开化的蠢熊，也敢觊觎本尊的猎物，找死！我要当着他的面展现绝对力量，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霸主。你看起来很暴躁，是因为没吃午饭导致低血糖了吗？大家都是森林里讨生活的，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，怒火会伤肝，肝火旺容易掉毛。相见就是缘分，吃个柚子吧，降降火。
什么？本尊的绝世杀躯，本尊的英雄就被一颗破柚子给打发了。这蠢熊是吃素的吗？你那是什么见鬼的死动静？一点恐惧都没有！本尊的威严往哪儿搁？一点恐惧都没有！本尊的威严往哪儿搁？你在干嘛？练瑜伽吗？对颈椎好。姐姐，我好怕！刚才那头熊好大，它差点就踩死我了。刚才那些黑气我都看见了，但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应对世界的方式。姐姐，我刚才想挡在你前面的，可是我太弱小了，我连站都站不稳。如果你被吃了，我也不活了，呜呼！没事了，玄哥，熊已经走了，不用怕。你看，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，只要我们释放善意，很多冲突都是可以避免的。他喜欢演戏，需要情绪价值，那我就提供一点。毕竟他现在是我养的猫，暴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和平共处才是王道。去你和平共处！才是王道。去你和平共处！去你的释放善意！本尊今晚就去把那头熊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！柳桑桑，你这只该死的没有心肝的水豚，你给本尊等着！我不拆穿他，只要我不接招，他就没办法继续发疯。只要有姐姐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姐姐，我晚上想吃甜浆果压压惊，可以吗？好，晚上去给你摘。树神法则第1条，不要纠正别人的偏执，顺应自然才能延年益寿。只要我不接招，他就永远没法发疯。这就是钝感力的终极奥义。我觉醒了一项了不得的能力，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，而这种不在乎似乎能精神降维打击其他物种。不知死活的肥鼠，这是本大爷的洗澡水，给你3秒钟滚出去，否则我把你连皮带骨咬成2截。不知死活的爬虫，竟敢对本尊的猎物大呼小叫，本尊这就扒了你的鳄鱼皮，做成脚垫子。这水确实挺舒服的，你喜欢泡右边还是左边？今天水温刚刚好，阳光也不错，要一起泡吗？你不怕我？我是鳄鱼，吃肉的，一口能咬碎你的头骨。哦，可你现在看起来更想洗澡，其实大都不容易。森林里每天打打杀杀杀，确实很累，能皮早解决的问题，没必要动嘴咬。这片森林里每天打打杀杀多累啊！你看，这池温泉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足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放下屠刀，立地刨澡。来，搭把手，帮我把背上的那片落叶拿掉，行吗？这水确实挺暖和的。这就完事儿了。本尊的绝世杀意又被强行憋回去了。你一条吃肉的鳄鱼，跟一只吃草的水豚般相信的邓娜娜，你们还有没有一点食物链的底线？喵，姐姐它好大，它身上的鳞片饿到我了，它会不会突然把我吃掉呀？我好害怕，我要姐姐抱。我没动它呀，我连牙都没亮出来。玄娥，不要对新朋友充满偏见，外表凶悍的人不一定内心邪恶。你看，他其实很有礼貌的。外表凶悍并不代表内心邪恶，能和平共处时，分享一点温暖，总没有坏处。我们要学会包容。这片森林虽然遵循弱肉强食，但如果我们在能和平共处的时候分享温暖，这个世界就会多一份美好。心胸开阔，方得长久。姐姐说的对，方得长久。姐姐说的对，我一定好好包容她。鳄鱼加入后，我的领地渐渐成了森林里的飞教战区。嘎嘎，听说了吗？东边那头野猪昨天因为抢地盘把腿摔断了。哎呀，这温泉真舒服。卡皮巴拉，我能在你头上歇会儿吗？可以，但不要拉屎。
哦，这粗鄙的泥水本来配不上本座高贵的羽毛，但在看在水温不错的份上，本座勉强与你们同。那只老鼠让一让，别挡着本座欣赏自己的倒影。好的，但这泥水对羽毛保养很好，你可以试试。好的，但这泥水对羽毛保养很好，你可以试试。庇护万物本就是树神的职责，看见他们和平共处，我感到久违的欣慰。疯了，全疯了！本尊是在历劫还是在逛动物园？左边一条泥鳅，右边一只杂毛鸟，头上还顶着一个大漏巢。你们把本尊的卡皮巴拉当成什么了？公共长椅吗？嘎！我的尾巴！哪个瞎了眼的敢拔本座的毛？姐姐，你看这根草好漂亮，我专门拔来送给姐姐当礼物的。那个长尾巴的怪鸟好凶，这只不要脸的猫，它刚才还要啄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。死猫，那是我的尾毛，那是本座求偶用的。玄哥，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，这叫偷窃。就算想送我礼物，也要光明正大。孔雀先生，对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我替他道歉。姐姐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道歉？姐姐是我的，为什么这些碍眼的虫子要来分享姐姐的时间？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把他们全杀了！我不能让姐姐身边有除了我以外的任何活物。我睡得正熟，梦里还在啃一颗脆生生的白菜。既然你们不知死活的要来分走他的目光，那就全都化作这片泥沼的养分吧。青丘九尾一族的幻术香，不知死活的狐妖，竟敢打他的主意！看来我情绪稳定的娇叫花生活要迎来一点不寻常的挑战了。桑桑，我的好桑桑，在这汪浊的凡间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清华帝君每次路过我的神树都会引来仙女尖叫，我也只是觉得他的衣料很贵，多看过几眼。你不是清华帝君，他的衣服是用天蚕丝织的，不反光。你这件料子太次了，像是用野鸡毛混纺的。还有，你身上的狐狸骚味太重了。哼，不愧是带有先天木系灵力的妖兽，竟然能一眼看穿我的幻术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乖乖跟我走，双修之后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再也不用在这个泥潭里打滚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上古大妖？不，这是神威！谁给你的胆子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他？谁给你的胆子敢碰他一根毫毛？他竟然还记得清华的样子，他多看了那小白莲几眼，本尊就要挖了那小白莲的眼睛。现在区区一只狐妖也敢拿这张脸来骗他，本尊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把你的灵魂抽出来，在幽冥火里灼烧1万年！饶命，大王饶命！我不知道这是您的所有物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等一下。姐姐，你想为他求情吗？你心疼他了，因为他刚才变出了那张你喜欢的脸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你如果要杀他，能不能把他拖远一点？你看，这是我们大家平时泡澡的地方，真在这里拍碎，清理起来会很麻烦。你在这里把它拍碎了，血和内脏会把水弄脏的。
明天鳄鱼和鹈鹕还要来洗澡，很不卫生的。爱护公共环境是我们每个森林居民的责任。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什么残疾的橘猫，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。我刚才还要把这只狐狸大卸8块。你为什么不害怕？你这只蠢老鼠到底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？我不蠢，我也不是老鼠，而且我知道你骗了我啊！你第一天装瞎子的时候，左眼珠子还在转呢。他早就知道了，本尊堂堂战神，自降根蛋演了这么多天的可怜幼孩，天天夹着嗓子喵喵叫，结果他全当猴戏在看，本尊的尊严呐！玄哥，其实无论你是弱小的橘猫，还是强大的白虎，对我来说都没有区别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力量，而在于你如何使用它。你虽然力量强大，但你这几天除了吓唬一下那头熊，拔了孔雀一根毛，在鳄鱼肚子上画乌龟之外，并没有真的伤害它们。这说明你内心深处依然是有底线的。不要总是用暴力来掩饰你的不安，强大不代表要摧毁一切。把这只狐狸放了吧，它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教训。然后我们去吃夜宵，好不好？柳萨萨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我不管，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我就是凶手，我就是占有欲强。你以后再敢让那只秃毛鸟和蠢鳄鱼碰你一下，我一定弄死他们。姐姐是我的，谁也不准抢。钝感力能化解生死危机，但用来治疗病娇，效果似乎比较有限。行吧，但明天你得帮鳄鱼搓背。你昨天在他肚子上画的乌龟，他自己洗不掉。本尊不搓，本尊是战神，本尊要杀了他！喵！滚！以后这方圆10里是本尊的私人领地，你这身臭皮甲要是再敢沾一滴这池子里的水，本尊就把你做成钱包。柳桑桑，你养的这只猫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昨天晚上他还说我鳞片个人，今天就要拿我做钱包。够了！本尊受够了你们这些嗡嗡乱叫的虫子！柳萨萨是本尊一个人的。温泉生态确实倾斜了，而且明显倾向玄哥这一边。哎，要去哪儿？我还没吃早饭。刚才那是啥？那是猫吗？柳桑桑被妖怪抓走了，我们要去救他吗？嘎，算了吧，我觉得那个妖怪看起来更需要被救赎。柳桑桑的情绪稳定，能把死人给气活。别看了，这里是本尊在凡间的妖骨洞窟。那道结界没有本尊的神力，那道结界没有本尊的神力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柳桑桑，你太不听话了。既然你在外面总招惹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，那本尊就只能把你关在这里。从今以后，你只能看本尊，只能听本尊的声音，只能吃本尊给你的食物。你是本尊的囚服，懂吗？玄雄，
你这地方的采光太差了，坐北朝南的规矩你懂不懂？而且湿地太重，墙上那些骨头都长绿毛了，长期待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容易得风湿的。还有这个床，太硬了，我是水豚，我需要软一点的干草或者泥巴。你这石头割得我尾椎骨疼。刘桑，你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你现在是被绑架了，被一头上古大妖囚禁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讨论这里的风水和床垫的软软？因为我要在这里睡觉啊。既然你都说了我出不去，那我总得把生活环境搞得舒服一点吧。环境改变不了，我们就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，随遇而安，这也是一种修行。对了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信不信本尊现在就把你吃了？本尊要一口一口嚼碎你的骨头，让你知怒本尊的下场。那你从后腿开始吃吧，这里肉比较多，脂肪也厚，口感应该好一点。不过麻烦你咬快点，一口毙命那种，我比较怕疼。还有，别嚼骨头，卡嗓子。你简直是个疯子！你没有心！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本尊当回事？玄穹，其实你错了，你以为把我关在这个山宫里就能囚禁我吗？身体的自由固然重要，但只要我的心平静，身处地狱也如置身天堂。你用这满墙的妖骨和结界困住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那颗缺乏全感、极度渴望被关注的心。真正的占有，不是物理上的枷锁，而是灵魂上的相互依偎。你现在这样，只会让我们都很累。哼，少给本座灌这些假惺惺的迷魂汤。本尊不需要灵魂的依偎，本尊只要你在本尊的视线里。你饿了是吧？本尊这就去给你找吃的。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，要是敢靠近结界半步，本尊就打断你的腿。吃不完，本尊就塞进你胃里。谢谢，不过我还需要洗个澡。洗澡？本尊刚才带你飞过来的时候，风没把你吹干净吗？我是水豚，也叫水猪。我是水豚，也叫水猪。水是我的生命之源，如果我不每天泡澡，我的皮肤就会干裂，我的情绪就会变得暴躁，我甚至可能会抑郁而终。你也不想得到一具干瘪抑郁的水豚尸体吧？本尊是绑匪，是暴君，是把他囚禁在妖骨洞府里的恶魔。为什么本尊现在要像个全职保姆一样，去考虑一只猎物的皮肤保养和心理健康问题？等着，本尊欠你的。执行力确实不错，就是情绪稍微不太稳定。本尊的妖火是用来焚烧仇敌神魂的，不是用来给你这只老鼠烧洗澡水的。刘桑桑，你最好祈祷本尊不要哪天恢复理智。水温控制得很完美，辛苦了。既然你都在烧水了，顺便帮我把那几颗浆果烤热一下，可以吗？我肠胃不太好，吃冷的容易反酸。
这场轰轰烈烈的强制爱囚禁，从一开始就输得连底裤都不剩了。我被上古大妖绑架到妖谷洞窟，目前感觉良好，甚至胖了2斤。这哪是囚禁？这明明是顶级大平层外下专属管家服务。吃！你这头猪，你到底还要吃多少？本尊堂堂白虎战神，现在连方圆500里有几棵坚果树都摸得一清二楚了。传出去，本尊还要不要在妖界混了？火候刚好，没有破坏里面的油脂。其实你不用这么大声，我听得见。还有，你今天掉毛有点严重，尾巴秃了一小块。这是本尊在修炼一门绝世妖法，褪毛是力量进阶的象征。你这只毫无修为的老鼠懂什么？我知道他在撒谎，维持结界和烧洗澡水早已让他的身体超负荷了。结界撤了吧，玄哥。你现在的灵力运转很紊乱，再这样下去，你的经脉会断裂的。射掉结界，好让你有机会逃跑，去见那只秃毛狐狸，去跟鳄鱼泡澡。柳商商，你别做梦了！本尊就算经脉寸断，就算死，也绝不可能放你出去。本尊的力量无穷无尽，区区一个结界算什么？你最好收起你那可笑的同情心，本尊不需要猎物的怜悯。别看我，滚开！柳桑桑，现在结界变弱了，你可以滚了。趁本尊现在杀不了你，滚回你的泥坑里去！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本尊体内的灵力正在暴走，会把你撕碎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一只水豚会有如此纯粹的神力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绑架了你，我威胁要吃你，你难道不恨我吗？我确实不喜欢被关起来，但在这个世界上，恨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。你给我找最好的果子，给我烧恒温的洗澡水，你用你笨拙甚至有些极端的方式在照顾我。现在你生病了，我把你治好，这叫等价交换，也叫投桃报李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不倒下，而是敢于在信任的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脆弱。你不用总是装出一副要毁灭世界的样子。如果你觉得累了，你可以趴在这里睡一觉，我保证我不会走，也不会嘲笑你。柳桑桑，你这个骗子，你不仅骗走了本尊的尊严，你还骗走了本尊的心。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丢下本尊，本尊做鬼也会缠着你。放心吧，看在你每天帮我剥坚果的份上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不过等你的伤好了，你必须把这该死的结界撤了。这洞里真的太潮湿了，我需要晒太阳。好，本尊带你出去晒，只准跟本尊晒，不准跟那条鳄鱼。知道了。桑桑，我的后腿还是好痛，今天不能出去打猎了，你用你的神力再帮我揉揉好不好？你的内伤昨天就已经全好了，还有不要叫我桑桑，叫我全名或者卡皮巴拉。我不，我就要叫！我不仅受伤了，我还心碎了。如果你不摸我的肚皮，我今天就会抑郁而死。
桑桑，待在我肚子下面，千万别出来。凡间的几只陈年老妖，终于来抢本尊的神魂了吗？看来平静的同居生活结束了，战神大人的天劫终于正式降临了。不愧是上古战神，神魂被贬下凡，还能布下如此霸道的阵法。可惜呀，你现在的灵力实不存一了吧？就凭你们这几块烂肉，也敢来觊觎本尊的神魂？本尊就算灵力枯竭，杀你们也如碾死几只臭虫。那只蝙蝠在用音波干扰玄哥的身质，毒蟒在喷吐腐蚀神经的毒物，而那头骷髅巨猿完全是用不要命的打法在消耗玄哥的体力。接！堂堂战神，居然为了护着一只毫无修为的水豚，连躲都不敢躲。玄哥，你真是把神仙的脸都丢尽了。既然这只肥鼠是你的软肋，那本座就先送它上路。你敢！桑桑，本尊说过的，只要本尊没死，谁也别想碰你一根毫毛。这几只臭虫，本尊这就去宰了他们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就是他的天劫，死局已定，而我就是那个奇迹。桑桑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快回去，本尊还能打。玄哥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作为战神，你很尽职，但今天这场架，你打不赢了。你总是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用结界把他关起来，用力量把他护在羽翼之下。真正的爱，不是强行折断对方的翅膀，而是给予对方力量；不是死守在一个阴暗的洞穴里，而是互相成全，让彼此都能去更广阔的天空。你要干什么？本尊命令你待着别动，本尊不准你做傻事。这股力量不可能！一只水豚体内怎么会有9天神女的本源之力？玄哥的力量正在复苏，但作为代价，我的身体开始消散。不，停下！柳桑桑，你给我停下！我不要什么神力，我不要当什么战神，我只要你活着！姐姐，求求你，别离开我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关着你了。你想在外面泡澡就外面泡，你想跟鳄鱼玩就跟鳄鱼玩，我再也不发脾气了。你把力量收回去好不好？求求你。这大概就是凡间所说的动情吧。可惜，神力一旦献祭，就无法逆转了。别哭了，玄哥，你可是上古白虎战神，哭得这么大声，会被那条蛇笑话的。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剥的坚果，还有你烧的洗澡水，我过得很开心。你的天劫结束了，带着我的那份力量，好好活下去吧，去保护这3界里更多需要保护的生命，那才是你真正的使命。哎呀，我的神力耗尽，这副凡间的肉体要报废了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明天不用麻烦你烧洗澡水了。是你们逼他用了本源之力，是你们让他从本尊眼前消失了。一灭。刘桑桑，我
说，不管你逃至了哪里，就算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本尊也一定会把你抓回来。我不准你下班！你给我回来！好险好险，差点就真交代在下面了。唉，不过最后那一嗓子喊得这么凶，看来这病娇是一点都没治好啊。这班上的真折寿。啊，还是天庭的床软，凡间的黑曜石床差点没把我的尾椎骨给割断。这该死的历劫总算结束了。神女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明月，天塌下来有玉帝顶着，如果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又炸了，那是火神该管的事。咱们树神殿只负责光合作用。不要慌，深呼吸。不是炼丹炉炸了，是战神玄哥提前归位了。他一上来，连玉帝的封赏都没听完，一巴掌拍碎了凌霄宝殿的柱子。他身上全是血，手里提着剑。剑神就问有没有看到一只会发光的水珠。现在整个天庭都乱套了，众仙家都在传战神在凡间历劫把脑子力坏了，现在正在发疯呢。那叫水豚，不叫水珠。而且战神的脑子本来就不太好使，这很正常。你果然在这里。下班了，刘桑桑，谁允许你下班的？你竟然敢死在我面前！你知不知道，当我看着你变成树叶消散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把3界都给屠了。你以为你逃回天庭就没事了吗？我说过，就算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也要把你抓回去。你生是我悬高的树，死也是我悬高的木柴。玄哥，你勒到我的肺了。还有，你身上的血腥味太重，把我的鲜肉茶都熏臭了。先去洗个澡好吗？天庭的浴堂可是恒温的，不用你自己喷火烧水。柳桑桑啊，柳桑桑，你果然一点都没变。不管我是凡间那只瞎眼的橘猫，还是高高在上的天界战神，在你眼里，似乎都只有能不能好好洗个澡这点区别。你真以为当初是你一脚把我踹下诛仙台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记得我当时伸了个懒腰，脚滑了。狡猾，柳桑桑，本尊可是执掌天界杀伐的上古战神。别说你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树神，就算是玉皇大帝，也不可能一脚踹破本尊的护体神光。其实，本尊早就看上你了。10万年来，你天天躺在这棵破树下睡觉，对谁都爱答不理，对什么都不在乎。本尊在南天门杀的血流成河，诛仙敬畏，唯独你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你那极度的情绪稳定，简直比世间最烈的毒药还要让人上瘾。所以你暗恋我？那不叫暗恋，那叫狩猎。本尊知道，用寻常的方法根本无法在你的心里留下任何痕迹。你没有同情心，也没有恐惧感，所以，当你在诛仙台边伸懒腰的时候，本尊是故意撤掉神光，顺着你的脚尖跳下去的。还有凡间的一切，本尊在畜生道篡改了命盘，精准降落在温泉里。本尊装瞎装弱，装成一只可怜的橘猫，
本尊故意在你面前被黑熊城欺负，故意让孔雀和鳄鱼激怒我，甚至连最后那几只上古大妖围攻我斗，那也是本尊早就默许的。本尊就是要让你内疚，让你同情，让你在生死关头对我产生羁绊。本尊是猎手，从头到尾你都在本尊为你精心编写的剧本里。本尊要用最极端的反差，强行撕开你的防线，让你这只没有心的水豚，生生世世都只能看着我。水豚，生生世世都只能看着我。轩哥，你是不是有心理疾病？如果喜欢一个人，你完全可以直接来树神殿找我喝茶，或者加我的天庭通讯遇见。你想要我关注你，你哪怕送我2筐上好的灵泉水，我都愿意跟你聊上一下午。你非要去凡间，把自己搞得瞎了一只眼，弄得满身是血，还差点被毒蟒腐蚀掉内脏，你图什么呢？你这不是狩猎，你这叫严重的内耗和自我折磨。真正的感情不需要用谎言和鲜血去铺垫，更不需要用囚禁和算计去证明。你活得太紧绷了，战神大人。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都算计了你的一切，你不恨我吗？你不该跟我决裂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这人很懒，我不看你说了什么谎，我只看你做了什么事。看在你那些坚果的份上，我原谅你的变态了。但如果你还要继续在这发疯影响我睡觉，我就真的要喊玉帝来轰人了。喵！我不管，我的内伤还没好，我的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。既然你原谅我了，那以后我就住这儿了。我每天继续给你包坚果，但你每天必须给我采买，少一次我就去把南天门拆了。行吧，但明天你负责扫院子。哎呦，变小一点，你压到我腿了。这大概就是一物降一物吧。桑桑，左边，对，左边肩膀再按重点。你们树神殿的伙食不行啊，今天早上的鲜露怎么没有加蜂蜜？本尊的毛都没有以前亮了。你昨天晚上半夜不睡觉，跑去太上老君的炼丹房，把人家用来炼仙丹的3味真火拿来烤凡间的红薯。老君今天早上已经拿着拂尘来树神殿门口骂街了，蜂蜜被我拿去赔礼道歉了。那是老君不识抬举，本尊抬举。本尊屈尊降哥用他的火是给他面子。再说了，谁让他那火烤出来的红薯就是比普通的甜？我不也是为了给你补充碳水吗？姐姐，我连抢劫炼丹房都是为了你。你感动吗？不敢动，我怕我一动，玉帝的账单就砸我头上了。轩哥，你已经旷工整整30天了。凌霄壮殿的打卡预检上，你的名字已经红得发紫了。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上班？上什么班？天庭那群废上什么班？天庭那群废材，天天就知道开会写报告。本尊在凡间为你生生死死，差点连神魂都碎了。现在本尊只想跟你贴在一起，谁敢叫本尊去上班，本尊就拔了他的仙骨。还是说，你已经厌烦我了？你想把我赶走，好让那什么清华帝君来找你喝茶？柳桑桑，我警告你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死人。你这棵树方圆10里之内，除了我，连只公蚊子都不准飞进来。钝感力，深呼吸，我不要和有心理创伤的退伍老兵计较。
我没有要赶你走，我只是在跟你探讨天庭的劳动国。你作为天庭安保系统的最高指挥官，你长期脱岗是不符合编制规定的。万一哪一天天庭被魔族偷家了怎么办？玄歌战神，你还要在树神殿胡闹到什么时候？立刻随本官去凌霄宝殿领罪。日风日下，有伤风化。玄烨，你堂堂战神，历劫归来，不仅不述职，竟然还在这等偏僻小店，与这闲散小仙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，你成何体统？搂抱抱，你成何体统？铁面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敢用你那把破卷子指着他？本尊在凡间杀人的时候，你还在天庭的档案室里查死点呢。今天你既然带人砸了本尊的场子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等一下，铁面仙君有话好好说。大家都是文明神仙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。还有，玄波，把剑收起来，你这剑太亮了，刺我眼睛。桑桑，他骂你闲散小仙，他还凶你，让我一剑劈了他，然后毁尸灭迹，保证连玉帝都查不出来。铁面仙君，你说玄哥旷工，这指控我不能认同。我们来算一笔账吧。第一，玄阁战神在3万年前神魔大战中连续加班300年，没有休息过一天，这算不调休积攒。第二，他这次下凡历劫，不仅投胎成了残疾橘猫，还被上古大妖围殴，身心受创，严重攻光。按照天庭劳动法，攻光休养期至少半年起步吧。第三，他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稳定，属于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。你现在逼他回去带兵，万一他一个不高兴把天兵全给砍了，这个责任仙君你担得起吗？这为天庭效力乃是本分，怎可斤斤计较什么调休和工伤？至于精神状态，战神一向高勇善战，哪来的什么创伤后遗症？不疼啊！我的头好痛！我又看到了那只蝙蝠，我又看到了毒蟒，他们要吃头！我又看到了那只蝙蝠，我又看到了毒蟒，他们要吃我！我好害怕！桑桑救我！谁敢逼我去打仗，我就咬死谁！你看，仙君，他病得很重，而且经常把自己当成一只猫。他现在需要的是陪伴、疗愈和情绪价值，而不是高强度的军事训练。天庭作为3界的表率，总不能压榨一个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功臣吧？这要是传到凡间，影响多不好。大家怎么看天庭的职场环境？再说了，仙君，工作是干不完的，但命只有一条。大家修炼成仙不容易，何必天天卷生卷死呢？放下执念，该放假放假，这才是顺应天道啊！疯了，全疯了！战神疯了，你这个树神也疯了！本官要去禀告玉帝！你们这是无理取闹，这是消极怠工！怎么样？我刚才演的像不像？那老匹夫脸都绿了。桑桑，桑桑，你刚才护着我的样子真好看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为了我，你都敢跟司法天神顶嘴了。既然你这么心疼我，那本尊决定了，本尊这辈子都不去上班了，本尊要留在树神殿给你当保安。放我下来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你如果不把工伤假请好，玉帝到时候治你一个玩忽职守，还得连累我这个包庇犯。我是树神，我只想安分守己的拿我的基础封楼。
还有，不要总是动不动就喊打喊杀。这里是天庭，不是10万大山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和气生财。好，都听姐姐的。只要姐姐不赶我走，姐姐说什么我都听。我是一只听话的小老虎，才不像外面那些粗鲁的神仙呢。只要我的情绪足够稳定，这日子总归能对付过去。铁面仙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玉帝那边恐怕还得有一场硬仗，麻烦。明天还是多泡点枸杞吧。太白啊，玄霄这孩子是不是在天上单身太久，憋出毛病来了？他堂堂一个战神，怎么就死磕在一棵树上了呢？陛下，老臣以为战神这是没见过世面，他以前天天就知道打仗，接触的都是些大老爷们儿和妖魔鬼怪，好不容易下个凡，第一眼看到了树神，这就叫逐鸟情节。只要咱们在天庭举办一场盛大的相亲大会，把各路仙姿玉貌的仙女都请来，战神见得多了，自然就知道这3界之中，你那棵不解风情的树，好的仙女多了去了。有理，传朕旨意，明日在瑶池举办赏花大会，务必让天庭所有未婚仙女盛装出席，顺便给树神殿也下个帖子，让玄逢也来参加。瑶池赏花大会，听说不仅有9000年的蟠桃，还有百花仙子亲自酿的百花仙酿，而且是自助餐形式，不限量供应。不去。什么赏花大会？这群老东西撅什么尾巴？本尊一清二楚。他们就是想给本尊塞女人，想把本尊从你身边骗走。柳桑桑，你不准去！我不准你看出了我之外的任何人！你要是敢去，本尊现在就去把瑶池的水给烧干，把那些什么仙女全扔下诛仙台！轩哥，你冷静一点。第一，他们是给你相亲，不是给我相亲。第二，瑶池的9000年蟠桃，吃1颗能增加500年修为。我每天在树神殿光合作用，1年也才长一点点修为。这种免费的羊毛，不薅是违反天道的。你要是不想相亲，你就在旁边给我剥蟠桃。有你这么大一尊杀神在旁边坐着，我不信哪个仙女敢靠近你3尺之内。而且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职场上的无效社交，吃饱了就走，绝不多留1秒。哼，那你要保证到了瑶池，你的眼睛只能看着我。如果那个什么百花仙子敢往本尊身边凑，你就帮本尊骂他。本尊现在心里很脆弱，见不得那种花枝招展的女人。可以，前提是你蟠桃要削得干净一点。我不喜欢吃带皮的。让开！都没长眼睛吗？挡着桑桑的路了，谁敢踩到他的裙角，本尊剁了谁的脚。桑桑，这瑶池的垫子太硬了，硌得我背疼。我在凡间的内伤又开始隐隐作痛了。你给我揉揉好不好？完了，太白，玄哥这是彻底废了！你看看他那副没骨气的样子，堂堂战神竟然在给一个小仙扇扇子，朕的天庭颜面何在？就是这张脸，在凡间的时候，那只死狐狸就是用这张脸企图把桑桑骗走。今天本尊要是不把这张脸打歪，本尊就不叫战神。柳树神，许久不见，听说你在凡间历劫归来，修为似有精进。
我最近在培育一株罕见的七星海棠，但一直无法让其开花。你是木系本源的神医，不知改日可否去我的府上赐教一二？去你府上赐教？清华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太长了？本尊的女人，你也敢当着本尊的面挖墙脚？今天本尊就把你种在瑶池里当肥料！玄哥，快住手！瑶池种地，不可动武！战神息怒，小仙只是想请教一下种花的技术，并无他意啊。玄哥，坐下。你挡着我拿葡萄了。桑桑，他都在当面勾引你了，你居然还想着吃葡萄？你是不是看上他那张小白脸了？在凡间你就多看了那只狐狸2眼，现在你还帮他说话？玄虚，你的被害妄想症太严重了。清华帝君找我是探讨植物学，这是正当的学术交流，有利于天庭的绿化建设。你不能因为自己心里有创伤，就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交互动都看成到是背叛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真正的感情不是画地为牢，如果你觉得只有把所有人杀光，把我关在一个没有任何人能看到的地方，你才能感到安全，那不是爱，那是心理疾病。你是一个独立的神灵，我也是。我们可以互相陪伴，但不能互相吞噬。如果你连这点基本的信任和空间都给不了我，那就算你今天把天庭拆了，明天我也会下凡去当一棵普通的树。可是他长得比我白，我怕你喜欢那种小白脸儿。我不杀他了还不行吗？姐姐，你别去他府上。你想种什么花，我都去给你抢回来。我不仅能打架，我刨土也很快的。你别生气，我给你剥葡萄。那什么，小仙突然想起那株七星海棠，其实不种也罢。柳树神，小仙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葡萄剥得不错，水分没流失。不过你这耳朵还要露多久？大家都在看你呢。战神大人的威严不要了吗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给媳妇儿剥葡萄的战神吗？再看把你们的眼珠子挖出来下酒。完了，朕的天界界第一杀神彻底变成恋爱脑了，皇庭的未来堪忧啊！相亲大会虽然变成了闹剧，但蟠桃确实好吃。我只要能按时下班，还有这只暴躁的胖橘猫给我剥水果，这神仙日子也就知足了。奉玉帝旨意，鉴于玄哥战神在凡间历劫，劳苦功高，且身心受伤，需要静养，特贺询战神将办公地点挪至树神殿，兼任九重天神术安保大队长一职，钦此。兼任安保大队长，那他的工资是谁发？玉帝那边结，还是从我树神殿的预算里扣？先说好，我没钱发工资，自然是凌霄宝殿发，不仅发双倍俸禄，玉帝还把战神府邸的钥匙和宝库都给您送来了。玉帝说了，只要树神您能稳住战神的情绪，整个天庭的绿化预算以后都给您翻3倍。我这个穷了几万年的基层公务员，不仅白嫖了一个能打能干的顶级保安，就是传说中的带薪恋爱吗？回去替我谢过玉帝，这活我接了，以后只要按时打钱，我保证战神绝不惹事儿。姐姐，你看我没骗你吧？
我连工资卡都上交了，以后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。你现在可是整个天庭最富有的树神了。玉帝那个老出发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，他根本不知道，本尊早就想把家当全搬过来了。那些金银财宝、法器灵药，本尊全给你堆在树神殿里。以后你就算想跑，也舍不得这些钱了。其实昨天半夜我就发现树神殿的后院突然多出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山，它像一只筑巢的大型猫科动物，把所有亮闪闪最珍贵的东西全都叼到了我的窝里。他试图用这种最笨拙也最偏执的方式给我他能给的全部安全感。玄哥，你是不是忘记了我是树神，我的本体就种在这里，我能跑到哪里去？带着这棵几万吨重的树连根拔起去流浪吗？对哦，姐姐是树，树是跑不掉的。早知道这样，本尊当初在凡间就不装什么残疾橘猫。本尊就该直接把你那片泥地温泉给买下来。在凡间买地需要办产证，你是一只野生动物，没有合法身份，办不了。柳桑桑，这种时候你非要跟我讨论凡间的房地产法吗？你就不能稍微浪漫一点，对我说一句，我也喜欢你吗？我不管，反正玉帝都下旨了，我现在的官方身份就是你的贴身保安，保安保护雇主，天经地义。雇主以身相许，也是天经地义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名分，不然我就去把刚刚那座金山给炸了。我看着这只无论怎么发，最终都会乖乖回到我身边的上古星兽。我那如同古井般无波无呆了几万年的心，终于还是无可救药的泛起了涟漪。钝感力再用，也抵挡不住一只把全世界都捧到我面前，只求我多看他一眼的大猫。名分给你了，以后你就是树神殿的老板娘，不对，老板夫了。记住了，老板夫每天的任务除了剥坚果，还要记得给院子里的花浇水。我脾气很好，但我情绪稳定不代表我没有底线。玄月，我不懂什么是轰轰烈烈的强制爱，但我知道有你在旁边给我剥葡萄的日子，我连光合作用都觉得更甜了一点。以后不用再费尽心机去演戏了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可以永远做那只粘人的大猫。他亲我了，柳桑桑亲本尊了，太白、铁面、玉帝老二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本尊是有名分的虎了，谁再敢叫本尊去上班，本尊就拔了他的胡子。在这个疯狂内卷的天庭里，我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，并且拥有了一个战力天花板级别的极品保安，天塌下来也有他顶着。今天又是带薪摸鱼的美好一天呢。